Hello， 欢迎来到这里。我是杰尼，我是贾瓜。今天这一集是关于芬兰大总结。对的，没有错。假如说你还没有看我们的那些芬兰里程所玩的活动、所体验的东西，欢迎你点击右上方的那一个 button 就可以看到了啦。废话不多说，现在就正式进入我们这一个芬兰大总结。会让你们知道一些你们想懂的东西。就比如说，我们会分享的东西，就是这整个行程到底去了什么，玩了什么，我们最喜欢的活动有什么，还有就是一些如果你想要自由行的攻略，或者是一些你想要跟团还是自由行比较好。最后，你们可能最想知道的就是这整个行程到底花了多少钱？这个芬兰的行程是由 Magical Northern Journey 所赞助的，更多的详情我们后面会再提到。现在先正式进入芬兰里程的一个重点线。那先第一个进入的呢，就是我们这个芬兰去一共用了多少天？一共是用了多少天？就是它就是11天8夜，因为我们2天在飞机上面度过，因为真的太远了，从马来西亚过去大概有17个小时吧，而且没有办法，马来西亚直接直飞到芬兰。我们呢是在土耳其那里转机才到芬兰的Helsinki首都。对，这次坐的是土耳其航空。分享一下，你觉得土耳其航空好不好？烂透了。我们没有拍到，不然的话我们就可以分享，这是我们做过最差的一个航空。它就是没有给你很多的服务啦。一个 example 啦，就是我们有那个行李已经不够位放了，然后那个空姐完全不理你。就是要你自己想办法把你的行李塞进去，而且他的那个脸，他的表情真的很讨人厌。总而言之，他的服务真的很稳定啦。我不懂这个是不是只是 apply 在 economy seat 是吧？或者不是 business class seat 会不会有这样子的待遇？但是他们服务真的很烂透了。但是我之前坐过土耳其航空去土耳其哦。它不会这样的，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做的这一个航程，它的服务会变得这么差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近有什么得到不合理的待遇啊，导致他的那些空姐空少整个好像很不爽，好像上班这样整个脸黑到，可惜没有拍吧，我就可以给你们看。那个是side topic啊，现在回归正题，进我们的芬兰这边。那这一个11天8夜的行程里面，我们一共覆盖有5个地区这么多，分别是芬兰的首都 Helsinki， 再就是 Lapland 的 Rovaniemi、Inari、Levi、沙利瑟尔卡。我们所去的地方玩的东西，其实都有在我们之前的芬兰的影片都可以看得到了。在首都Helsinki并没有到非常多那种水上活动能做，唯一一个做到最特别的就是在那一个桑拿，就是跳冰海。这我觉得是整个在芬兰旅程里面最特别的一个活动之一啊！除此之外呢，在Helsinki可以做的东西就是看看那些 architecture 啊，认识一下一些景点、他们的历史文化等等的东西，蛮有意思的。老实说，在首都的感觉就有一点像 City Walk， 拍那些欧洲的建筑啊，然后去打卡一些 cafe 啊，或者是去 shopping，那边有很多名牌可以买。如果你是会买名牌的人，听说在芬兰。LV 是在整个欧洲里面是最便宜的，不是听说，是全球最便宜的 LV 就是在芬兰。它为什么会说是最便宜？因为它退税很高。我们其中一个团友去 LV 里面买啊一个包包，它总共省了3000块马币。真的啊？2000到3000块。对，多么便宜嘛！如果你想买 LV 的话，记得去芬兰买。所以冲就是冲啊！那我的 LV 呢？你都不。不。那第二个地方 Lapland 的 Rovaniemi 这个地方呢是真的很出名，是大家大致上去芬兰一定到的地方。为什么？在那边你就是和你的梦中情人、圣诞老婆、圣诞老人村打卡拍照啊！这种感觉，你去芬兰没有去到这个地方，你就会觉得去芬兰什么我都不懂。可是你去了又觉得被坑到严重。也没有讲坑啦，就是你花了就觉得你必须花，可是你不花就人白来。对，就可是你花了就觉得，哎呦，这么花这个钱，我觉得是需要花，是真的是皮包会破个大洞，但是值得了，我觉得是值得。而且有一个蛮有意义的事情，就是Jenny在那边有买一个明信片，然后我们写了一个祝福语，寄去你明年的圣诞节到你的家里去收到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。对，它就是给你自己寄一个圣诞礼物的感觉。我觉得很棒。在那个圣诞老人村哦，我看小红书啊有讲可以拿到一个什么北极圈的 certificate， 我觉得这个就千万不要买啊，我觉得有点浪费。因为有时候有点蛮商业化。除了圣诞老人村之外，还有一个就是非常有意思、很特别的挑战，那就是我们在一个冰雪酒店
真的饭店完全用冰雪所做成的，度过一晚永生难。这也是我这次的芬兰去里面其中一个非常难忘的行程吧，应该这样。很多回忆啊。可是你在行程当中，你会觉得哇，我为什么要这样多痛苦的东西？这一个行程有点像挑战自我，这样就有很多个东西你必须要克服的。那你回来过后，你会觉得哇，我竟然做了这些东西耶，感觉蛮有意义，然后确实很深刻啊。那这一个冰雪酒店，另外几个点你需要注意，就是说，并不是所有的旅行社都有安排这样子的住宿体验。我们觉得这是唯一一家有这样子的安排。有兴趣的话，真的非常推荐你们。第二，你挑战成功的话，还有一个文凭可以拿，文凭在哪里？在我们房间里面想起来了。如果你真的受不了这一个体验的话，其实那个旅行社它也是有安排另外一个 option 给你的，你可以住在比较舒适的酒店。就是在那一集早上我们去吃早餐的那一个酒店，再不难的话，你挑战的半途中你真的想放弃，放心，有一个 backup room， 你可以在那边睡觉，会比较好一些。但是我们挑战成功了啦。肯定啦！除此之外，回去那上到老人村还可以做一些其他活动呢，就是玩一些冰雪的项目啊，玩滑梯这样的，不然就是可以自费玩一下那个迷路的 trip 这样子的，就是做圣诞老人的那个坐骑穿越那个树林这样，那个你们可以去做啊。我们那时候没有做到，由于时间的关系。是。下一个地方会是沙利瑟尔卡。我们在那边主要的东西就是住在芬兰第一间也是非常难 book 的那一间，玻璃穹顶，玻璃穹顶，玻璃。穹顶极光玻璃屋啊，哇，这是极光穹顶玻璃屋。它其实就是可以在那边躺着看极光了，不过主要是看有没有运气啊。我们的那个运气真的太烂了，也没打烂透啦，还是好的，因为我们还是抓到，认真了，可以抓到，只是肉眼看不到啦，手机抓到。如果你运气真的爆棚哦，我跟你讲，你躺在你的那极光玻璃屋里面看，里面躺在那边看着那个超棒啊！极光在你的眼前跳舞，哇！跳舞，就是跳舞啦，跳舞，蹦蹦恰恰。这个旅行团跟别人不一样的，就是他会安排住在那边2晚。对，就是让你更加高的几率可以看到极光，因为这个极光很看天气的嘛，对不对？很难预测。通常其他旅行社是住1晚罢了，所以我觉得还蛮值得的啦。而且在那里不只是看极光这么单一罢了，还可以玩很多活动，比如雪上摩托是第一个，还有很多活动。最让我印象深刻，应该是只有芬兰才有的活动，就是 Husky ride， 哇 ，Husky ride 那个是过瘾，真的很过瘾。你要看我们详情，可以看我们那集活动那集到底好不好玩。对，那个 Husky 真的太过瘾，过瘾到我很喘。最后就是大概是2个地区加在一起走，就是以哪里加买 Levi 啦，主要玩的东西完全是雪上活动。第一，滑雪，再来冰雕哦，还有一个世界上最刺激又是最长的Tobogganing，那个真的非常强力推荐，那个是我觉得我们全部活动里面我最爱的一个，也是我最爱，真的那个是最必须要玩的活动哎，太好玩了，那个真的超好玩的，太刺激，我觉得如果我在那边一整天，我可以从早玩到晚，然后我从此以后就会可以参加Olympic 啊，然后就要拍我的腿，因为我已经变成 expert。我拿第1名耶，这样厉害咩？都没有算到最后。我觉得 communication problem 所以没有算到。我觉得我是第1名。虽然我在里面翻了3、4次了，每次在同一个玩翻了。为什么会翻？你知道吧？因为我们没有要踩 break 的意思，我们要冲下去。这超刺激，整个像 rocket 这样的啊！哇，超棒啊！那个超好玩，那个好玩到我都不想拍。我跟你讲。最后就是那个冰雕，还有跳进冰湖里面。因为第1天在好辛 K 已经尝试了跳冰海，有一点那个 warm up 了，所以最后一天的跳冰湖体验，我本身觉得已经是熟悉了，我觉得很享受、很舒服的一个东西。还有你跳了冰湖，你的感受是什么？为什么你会觉得对身体很好哦？是第1点是这个。第2点哦，你意想不到，你其实你的身体极限可以打鼾这么久，在桑拿沉淀过后再进去冰湖里面哦，是没有问题的嘛。我们的导游讲，他们通常啦，很多人都是下一下就起来了，对，他们没有挑战在里面待这么久的。对，而你知道我们的种子。他讲他 after 做了这个 Polar Plunge 过后，他觉得以后的新家要有一个 portable 的。真的好的嘞！每天早上做1次这样子的活动啊，你整个人很精神，整个人很舒服，很精神。他感觉算是有一个 scientific 的一个研究讲说 Polar Plunge 可以帮助你的身体。哇，你真快变科学家！我刚刚才 Olympic medalist 吧，我现在变科学家。Bravo！ 这整个行程学到是快乐真的其实很简单，这是第一个。
芬兰那边的天气啊，我们去的时候是冬季啊，那种很寒冷、很严酷的。老实说，比如说好像本来在很冷的地方，然后导游给我们一个很热的 berry juice， 我就会觉得哇，好温暖，好幸福。对，然后或者是在很炎冷的时候，你烤一个火，然后那边烤肠，哇，那个感觉也好幸福。就很简单的小事情，你就会觉得哇，好幸福。你在芬兰其实不容易，就是很多东西很难。比如说你住在冰屋很难，就很冷。可是当你结束挑战后的那个心情，还是觉得哇，我真的很棒。它跟我们平时去旅行团就可能上车睡觉，下车尿尿，你回到来什么都不知道的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。就是你真的可以收获蛮多东西的。下一个环节，现在是进入在我们的社交媒体上面你们所问的问题最多的东西。第一个，到底是跟团还是自由行？这 depends on 你个人。如果你是平时不喜欢 plan 或者想要无脑跟，又想要小团，不想要一大堆人一起玩的话，这一个旅行社其实是蛮适合你，因为它是属于小团。错不？如果你要个很到地 experience， 这个团还是适合你。对，它是一个有 local guides， 就是当地人带着你玩，深度体验，带你吃一些当地人独有的美食的话，像这个团体验感满满哦。我们还是很感谢我们的导游优哈，他人还是很棒，很棒的人。对，他很可爱啊，就是很热情。但他是讲英文的啦，然后如果你不是很了解英文的话，他是有一个翻译员，他会翻译华语给你的。如果你平时已经自由行惯了的人，就是可能自己去欧洲啊，自己去这里去那里啊，这样其实自由行也是没有问题的。大概需要多少钱呢？就很多人问我们的。大概我觉得 depends on 你自己个人消费吧。买到便宜的机票3-4千的话，20千大概也是可以搞得定啊。depends on 你自己怎么 plan 都可能也会更加便宜。可能你不要住那些玻璃屋啊，不要住冰屋。你知道玻璃屋我们家一晚多少钱吗？3000多一晚，所以就可以省下不少钱。吃的话，大概每一餐大概花多少钱啊？30 euro 以内就够了。30 euro 还不错了，2个人哦。有时候更省的时候，我们大概一餐只花了10 euro。对，因为他们食物的分量很大。对，就可以 share 这样。你要省钱也是可以有省钱的玩法。团也是有分很多种，有些是非常豪华，有些是比较 localized， 有些是budget 的。像我们这次跟的团，它是属于比较当地体验团。自由行好，或者是跟旅行社都好，最大的差别在于你到底要不要花那个时间做那个功课。往那边去当地的活动，就是吃当地人最爱吃的美食之类的东西啦。然后有多人问我们到底哈尔滨冷还是这里芬兰冷？芬兰，因为真的很冷。我们会觉得芬兰冷，是因为它的大自然的景观比较多。整个芬兰的这个国家，建筑设施真的少之又少，很少高楼大厦厅，人也少。对，你看到动物的几率可能比看到人的。这个有点夸张了，好不好？不一定啦哈。真的很少看到人真的很少。保暖的话，我们现在大概带过。如果你们想看详细我们怎么保暖，穿什么服装啊，请记得在comment区留言告诉我们。超过10个comment讲，我们就做。我们其实就穿3层罢了，底层穿 heat tech， 第2层穿毛衣。如果你再冷，再穿多一个那种一般的那种，那个叫什么？你在拉胡啊，拉青啊。本身很怕冷的人哦，你就可以买一个长款羽绒服，直接遮到你的膝盖。膝盖真的，一冷你就觉得蛮冷的。然后你的鞋一定是要可以防风防水，手套、盖耳朵、包子、耳朵、面罩，尽量不要把身体暴露在外面。最后，大家可能最关心的我们这个 trip。到底多少钱？这个 trip 11天8夜，马币27590。一个人哦，不是2个人哦，一个人。那这个费用有包含了第一个就是全部交通，来回机票从马来西亚飞到芬兰，还有单程 domestic flight， 还有所有在当地用的车。最后就是隔夜火车从Helsinki去到罗瓦尼亚米，真的很难念。但是隔夜火车我觉得蛮好的，你们有兴趣可以看那一集。下一个部分就是住宿，所有的酒店。当我讲所有的酒店，是包括那2天住在那个激光玻璃屋的费用里面了。然后还有1天住在冰屋，那些酒店其实也不便宜的。你看这样好像冷这样哦，其实1天要2000多，值得那个价钱。为什么会这样贵呢？就是它每1年都要重新雕过的啊，而且那雕刻不简单哎，我觉得很大的工程啊。它一到春天它就会融了，所以它每1年只做那几个月罢了。吃的话就是每1天的2餐，早餐跟晚餐。在这个午餐方面呢，他们就没有包，为什么呢？
因为有时候会在路上中途解决掉，这一个会比较 flexible 一点。有些人喜欢吃贵一点的，有些人喜欢吃便宜一点的，那就是自己个人拿捏了。我们通常午餐都会经过一些 Kmart 那些，然后我们就随便吃一点，对，还蛮便宜的。至于活动呢，其实它大部分的活动都已经包含了，你们可以看我们那集玩的活动。然后只有没有包含的东西，你可以 extra 自费的，就好像你玩那个 reindeer ride， 然后还有就是滑雪没有包含，还有没有包含的当然就是你买东西哦。啊，你 LV 包包啊，那些他不会帮你买的。那个没有帮你买啊，哦，阿嘎记阿嘎啊。至于如果你没有买东西，要准备多少钱啊？我们大概准备50 euro 一个人，你还要准备那个去圣诞老人村给他拍照，我们2个人花了80欧元，就是拍照跟加上一个影片是电子版的，我们就花了80欧元。Very good。就算你 class， 其实你就算没有准备 cash 也是 OK 的，你用 credit 卡在那边是可以收。现在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旅行社叫做 Magical Northern Journeys 了。我们这次跟的这一个团，它是属于它的第一个团，然后也邀请我们一起去参与和感受他们的第一个 trip。虽然有些地方可能做到不是很完美，但是都尽力的让它完美哦。然后可能接下来的第2、第3次会做得更加的好。而且需要再慎重和你们说明一次，这一个 trip 你真的要认为你自己的 physique 真的很棒，因为真的会有很多挑战，很多很有意思的活动你会体验。对，所以我不敢完全 guarantee 保证岁数非常大的长辈们可以打handle得了这样子的行程啊。如果你是喜欢 adventure， 想要做很多种活动，想要感受芬兰人道地的体验，这个就适合你。对，它有很多个很好玩的活动，是其他旅行社是可能没有包含的，但是它有包含。如果你很喜欢玩各种活动啊，而不是喜欢那种拍照打卡，如果你喜欢拍照打卡，可能它不是很适合，它是属于体验式行程。现在帮大家争取到一个福利，如果你很有兴趣这一个旅行社的话，你可以用这一个 promo code， 它是到6月之前预定的话，还有 extra 的3% 的 discount， 还有送保温炉。如果你是人比较多，想要定制私人定制，叫他带你去的话，他好像也是可以做得到的。你们可以去联系他。主要他们都是以小包团的形式在运营对了啦。对，那这一期影片到这边结束。如果喜欢本影片的话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加分享，也可以留言想看我们去哪里玩。拜拜。